我为太后挡了一刀，重伤。小心！这一刀换来了整个侯府的荣华富贵。恭喜呀！我伤势不大，被送往南边庄子养病3年，回来时家里多了一位表妹。表妹白慈荣住我的院子，用我的阅历与丫鬟，父母、兄长、长嫂、祖母，甚至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竹马，都落在她身边，你就是个疯子！评定我不够优秀。你们，滚！若宁，你极度成性，陷害表妹，已经癫狂，你就把你的郡主之位赔给你表妹吧！你个疯子，不配顶着我骆家之名，将她关进偏院，无诏不得放出。我被他们当成疯子关了起来，没多久就被一场大火活活烧死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在他们接我回洛府的第一天。大小姐，前面就是城南30里铺了，您要下车歇息吗？不了，直接进城，去安兴坊找太后娘娘宫里的魏公公。其实我就是直接回府，没想到遭遇当头一棒，也是后来举步维艰的原因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重蹈覆辙。这边，骆小姐，您是太后娘娘的救命恩人，若您想要进宫见娘娘，吩咐一声便是，我们好派人去接您。民女拜见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快起来！瞧着长高了些，养得不错，水灵俏丽，哀家欢喜。当初若不是你替我挡道，哪还有哀家这条命？这是民女的荣幸。哎，前世我回府之后，屡次提出见太后，我母亲却不许。去太后跟前不过是挟恩图报，会害死我们的。太后托人问了几次，都被母亲挡了回去。直到我死，都不曾见我一面。我死后，太后在法华寺点了15年的灯，求我投个好胎，富贵康健。想要什么，就同哀家说。太后娘娘，您手上这串佛珠，能否赏了民女？民女想借佛光与您的恩赏，谋求前途太平。你呀，赏你便是。哀家就是想为你做点什么，你不客气，不推辞，哀家反而觉得心里暖。刚入城门，尚未拜见祖母与双亲，改日再来叨扰太后娘娘。也好。魏公公，你送洛宁姑娘回府。是。大小姐回来了，快去通禀。走西边的小门吧。大小姐回府，此乃大事，怎可走角门？
请大小姐见谅，这是规矩，侯府不同往时了，无关人等都是走角门。大小姐是许久没回府，这规矩往后啊，慢慢就知道了。好一个忘恩负义、过河拆桥啊！把镇南侯叫出来，咱家奉太后娘娘懿旨，护送骆大小姐回府。这是一品太监府，是太后娘娘身边的人，快跪下！小的见过公公，休得无礼，还不赶快去回禀？好。这块门匾是我挨那一刀换来的。那咱家就先回宫了。公公慢走。前世我被阻拦在门口，只能从角门进府，从此被府里的一众下人看不起。一旦失了大小姐的威仪，往后的路是一步步往下，每个人都可以踩我一脚。祖母，爹，娘，我回来了。这一次，至少管事和下人们都清楚，我不是任人凌辱的小可怜。想要欺负我去讨好表小姐，也要看看有没有葫芦。拜见祖母。起来吧。见过父亲，见过娘。快，坐下说话。柔儿，快来坐。阿宁住的地方收拾的怎么样了？惠妇居早已收拾妥当。大小姐离家前分明住的是文启阁，还是殿下褒奖她为太后娘娘挡刀亲赐的院子，房舍多，位置好。怎么一回来，连自己的院子都保不住了？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娘，我的文启阁呢？文启阁住了人了，惠妇居一样的。况且，他就在七云馆的对面，娘想与你住得近些。上一世我觉得委屈，哭闹着想要回自己的院子，却被他们当成胡闹的疯子，就连院子也便宜了别人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这么蠢，不管是院子还是其他的东西，我都要一一拿回来。娘，我还是愿意住在文启阁。当年我差点挡刀而死，是住到了文启阁才慢慢好转的。那地方与我是福地，既住了人，不如我先住到祖母那儿吧。等收拾出来了，我再住进去。那么好的院子，是住了谁呀？大嫂住进去了吗？大哥，我在娘家待不了几年，能否疼疼我？等我出阁了，这侯府都是你们的，何必急在这一时呢？姐姐，是我住了文启阁。阿宁，这位是白慈柔，是你舅舅的亲女儿，唤你母亲一声姑姑。事出有因，你嫂子难产，是她叫来了名医，救了母子一命，
慈荣是侯府的恩人。阿荣，你大哥大嫂多亏有你。上一世就是这位表妹白慈荣收买了侯府众人，救下了大嫂母子，就连父亲都认可了她。母亲将她移到了文启阁，光明正大取代我的位置。可无人知晓，这位表小姐其实是母亲与外人的私生女。慈荣救了你嫂子和孩子，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。她想要什么都是应当的。前世，我一直当成至亲的兄长，我掏心掏肺对待的家人，却眼睁睁看着我烧死在火海中。我不解，我不甘。后来当了几年鬼魂，才知道，原来你与白慈荣才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，你们二人皆是母亲与外人通奸的私生子。而我这个侯府真正的嫡女，倒是成了你们的眼中钉。宁儿，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住到惠福居是一样的。祖母前世虽然一样受了表妹恩惠的蒙蔽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对我照顾有加，而后却突发疾病去世。那晚只有母亲跟白慈荣在她跟前，这一世我必须要让祖母早点醒悟，才能救她性命。祖母，不如我住您那儿吧，我都17了，您与娘不与我寻个婆家？好孩子，你越发大方爽利了。这一次我没有像上一世一样顶撞祖母，大发脾气叫人看笑话，你们很失望吗？更失望的还在后头。既然阿宁回来了，还是让慈荣把文启阁腾挪出来。侯爷，这是慧能首座的指点，文启阁的位置适合慈荣。阿宁一向懂事，我想他是会理解的。这些内宅琐事你做主吧，我今晚去宋姨娘那儿。来人，把大小姐叫过来。阿娘，娘日夜思念你，若不是有你表妹陪伴，恐怕缠绵病榻，你回来就见不到娘了。阿宁，你表妹是你大舅舅家的嫡女，因着你大舅舅娶了续弦，担心继母迫害她，所以一直把她寄养在外地。难怪跟娘您长得这么像。阿宁，你慈荣表妹前些日子一时被病掩着，法华寺的首座和尚指点了方位，说只有住在文启阁才能压得住。你才刚回府，切不可恃宠而骄，计较太多。你想想，因为你受伤，天家才赏赐了这侯府，你爹爹面子总是不太光彩了。时时提起，叫你爹颜面扫地，岂不是对你不好？施恩不图报，侯府才会感激你。既然爹爹觉得面子不光彩，可以请辞，叫天家封赏我一个郡主。阿宁，这是什么胡话？哪有女儿家越过父亲封郡主的？娘，爹爹封了侯，你也得了诰命，这偌大的宅院，您也说是因我受伤救太后所得，怎么不替我表表功啊？哎，这功都是别人说的，哪好自卖自夸呀？如此说来，你们心里都明白，那女儿只是想住回自己的院子，很过分吗？阿宁，你没规矩，住哪里都是一样。文启阁不比惠福居高贵多少，你不要盯着这些蝇头小利。既然都一样，不重要，那就还给我吧。阿宁，你变了，你怎么如此固执，
粗俗不懂礼数。娘，你这句话我听不懂。女儿回了家，想住回自己的院子，很过分吗？需要我叫太后娘娘来主持公道吗？娘没别的事儿，女儿先告退了。有礼有节，始终面带微笑。我不会再给任何人造谣我发疯的机会。姑姑，我会搬出去的。不行，我再想想办法，让老夫人去劝劝他。祖母，这是特意为佛祖采摘的鲜花，还请用您的贵手敬献给佛祖。乖孙女呀，就该早点把你接回来。有你在我身边，可是宽心不少喽。那我就天天陪在祖母身边。娘，慈荣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。什么好消息呀？祖母，我订到了法华寺的素斋，是法宝节那一日的。腊八节也叫法宝节，慈荣知道信佛的人都很在乎这一日，佛门也会做法事、散佛粥。这法华寺每年这一日的厢房都被订满，没点身份地位的人都订不到。镇北侯府过去好些年没有订到这一日的素斋了，您觉得遗憾，慈荣也难过不已。想着今年能为您实现愿望了。很好，都以孙女的身份自居了。怎么订到的？是慧能手作帮了忙。我呢，与他有些私交，要不是他呀，这么抢手的素斋，咱们也抢不到。又让你破费了。这可是大日子，孙女只想尽孝。前世，他们为了逼我放弃要回自己的院子，也是想了这么一出来讨好祖母。只可惜，腊八节那天突然开始下雪，盛京方圆100里的村庄都受了难，死了不少人。御史台趁机弹劾腊八节这日的素斋，攻劫法华寺，逼得法华寺拿出10000两白银赈灾，而订到了素斋的6户门第全部受了弹劾，包括父亲在内的5位贵胄，都遭了难，都挨了罚。可母亲却不说是白慈荣的错，只说阿宁一回来，我们就如此倒霉。母亲特意将这话传了出去，府里的下人们便开始说，最后移花接木，成了我的错，我替表妹背了黑锅。这次机会来之不易，祖母必定会让所有人都羡慕不已。听说腊八节这日的素斋一共只有6桌，要500两银子一桌呢。是，这一日都在抢。我们京城里的人呢，信佛的比较多。这盛京光名门望族就不止6户，还有皇亲贵胄。祖母，这不是得罪人吗？能订到就是有佛缘，信佛的人不会生气，只会羡慕老夫人您缘分深。祖母，我看还是退了吧，此事不善。祖母放心，姐姐也请放心，我与慧能手作有些私交，有她出面担保，保证不会有事的。前几年都不见得非要订这个素斋，怎么今年非要如此？祖母，我看还是算了吧，不必叫人抓住了把柄。慈荣这一桌素斋，托人情花巨资，怕不是为了我老婆子，而是为了争院子。不然，为何前几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急切和诚意？唉，那算了，今年的法宝节，我去烧炷香就行了。
行吧，那我们回来，去把那素斋退了去。祖母，您去法华寺就带着它。玄妙佛珠，这是太后娘娘的。是她赏给我的，说要保我平安。祖母，借您带一日，往后可是要还给我的。这比起500两一桌的昂贵素斋，这串佛珠才是真有面子，人人仰慕和震撼的法宝啊！祖母，那我去给您准备准备。不对呀，方才我为何要在白慈荣和孙女之间犹豫？阿宁才是我的血脉，我洛家真正嫡出的大小姐。白慈荣，我为何会莫名将她与阿宁相提并论？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呢？给祖母请安。给祖母请安。祖母刚从法华寺回来吧？听闻慈荣特意给您订了桌素斋，那些达官显贵的老夫人们肯定个个都羡慕的眼睛都发绿了吧？说了，素斋虽然没订，但有阿宁给我的玄妙佛珠，那才是羡煞旁人。娘，若不是阿宁极力阻挠，您或许能享受双倍的荣耀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娘！腊八雪灾已经死了不少人，朝廷说是法华寺的法宝日的错，将定素斋的几家全都薅出来，破财赈灾不说，还白白挨了一顿骂呀！娘，您当时没吃素斋吧？没有，慈荣虽然订了素斋，幸好阿宁有远见，叫我只拿佛珠不吃素斋，要不然挨骂的就有你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咱们家的爵位是阿宁受伤，皇帝恩赐的，本就不牢固，没有实打实的功勋。要是陛下一生气，就褫夺了去了。祖母，是我险些酿成了大祸。怎么能怪妹妹呢？好孩子，这怎么能是你的错？快起来吧。阿宁是兴旺之女，运气甚佳，她一回来就替咱们免了一灾啊！夫人，将文启阁3日内收拾出来。阿宁已经回京快10日了，还住在母亲这里，不像话。是，文启阁始终是我。参见太后娘娘。好孩子，快起来。去了法华寺，才知道这串佛珠如此珍贵，是娘娘心爱之物。完璧归赵，不敢贪心。这串佛珠赐予你，哀家舍得，可是你还回来，哀家却也想收下。那你想要什么，哀家都应了你。民女别无所求，只是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说来听听。民女在南边养病之时，闲暇无聊，遇到一位道长，学到了一点占卜之术。民女有一个预言，想说与太后听。你说来听听。韩英，过来。娘娘，雍王殿下到了。雍王是太后的小儿子，可3年后他就成了新帝。长英大将军也来了。这狗不是芝麻吗？南边养病的时候，我时常见到它，它常常跑出来找我玩。
我没见过他主人，只觉得他长得骇人，性格却可爱，便叫他小芝麻。洛宁，小心，这狗凶恶，别吓着你。母后，长英，过来。你用了什么法子，能让本王的大将军亲近于你？民女见过王爷。我原本以为是用了什么香料，才让长英变得如此服帖，没想到，竟只是淡淡的脂粉香。哼，庸俗。儿臣拜见母后。这就是洛家小姐，替哀家挡刀的人。长英，回来。这狗真通人性，不过，你怎么又带进宫？回头御史台又得参你了。也没少骂过我。太后娘娘、皇后娘娘求见。宣，这就是本朝皇后郑皇后。谁能想到前世皇帝被篡位之后，雍王登基，新朝皇后仍是她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这就是洛小姐吧？快起身。参见母后。这么冷淡高傲的男人，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，竟然也会变得如此疯狂，不管世俗。这狗真吓人。长英，知晓了他们前世后来的关系，现在看着他们同时出现，莫名有种偷窥到皇家秘辛的紧张和心虚。母后，洛小姐是否议亲了？阿宁姑娘，你可有婚约？未曾。我倒是想替洛小姐做媒。可有人选？人选很多。前世你们俩才是旷世恋情，别把我扯进去啊！此事还得从长计议。女儿家面皮薄，别当着阿宁的面说。是我考虑欠妥了。听闻镇北侯府有位表小姐，才情过人，容貌绝俗，乃京城贵女之首，传言可真。娘娘，民女才回京，消息远不如宫中通透。不过我那表妹确实温柔聪颖，何府无人不爱她。看来白丝绒的事迹已经传得满城风雨了，皇后与太后皆为通透，大抵都能猜到外头有人替白丝绒收买人心。我外祖白家最不缺钱，真正关心白丝绒前途的那个人，更是财力滔天。这3年，阿宁若是在京城之中，以他的兰心蕙质，多少高门望族怕是要踏破侯府的门槛了。母后所言极是，阿宁早已声名鹊起，岂是寻常之人能压得住的？多谢二位娘娘抬爱，只是民女只想做一无名小辈，为二位娘娘排忧解难。还是阿宁会说话。上茶。不必了，臣妾告退。恭送皇后娘娘。太后娘娘，那民女也先退下了。去吧。皇儿啊，
你也20岁了，该有个王妃了。御史台催礼部，礼部又烦陛下，要不然皇后也不会特意来提起此事。洛小姐如何？刚看到洛小姐清秀可人，不觉得惊艳，只是她站在皇后身边，竟然丝毫不输，是个难得的美人儿。母后，您抬举她了。那她家里那位表妹呢？就是叫白慈荣的那个，听闻也是名声显赫，才貌俱佳。一位表小姐，竟惹出这么大的声望，为的就是攀附。此人野心不小，人品甚是堪忧，还不如罗宁。你若顽固，哀家就请陛下下旨赐婚，到时候可由不得你。那就只好请那位洛小姐早日去投胎，下辈子争取做个好人喽。放肆！他是你母后的救命恩人。母后，推他入火坑，恩将仇报，您就这么对你的恩人？我不喜他，也不能善待他。既然是母后您的恩人，可是钱财上怎么会如此刻薄？他浑身上下无一件心意，也没有更多的首饰。早已经赏赐过侯府，钱财方面从未亏待。赏赐的东西真的能落入他手上？镇北侯乃他父亲，她是嫡长女，又是恩女，理应捧在手心才对的。你是说，侯府有人待她不好？好与不好，一试便知。儿臣还有事，先行退下了。长英，我们走。去准备赤金500两，白银3000两，另有实心布料、珠宝首饰，派人送去镇北侯府，特下懿旨，赏赐给大小姐洛氏阿宁。遵旨。还有，把南边进贡的浮光玉戟也送过去，记住，赏赐给洛氏阿宁。遵旨。这浮光玉戟能不能穿在阿宁身上，便能试出侯府对他的态度。娘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阿宁，你时常进宫去叨扰太后，恐怕会惹人嫌呢。太后倒是不嫌烦的。哦，对了，今日还见到了皇后娘娘，她让我时常去宫里玩。阿宁，你性格寡淡，不太讨人喜欢。娘总担心你会闯祸，连累侯府。下次你进宫，娘陪你去。哼，贬损我，踩低我。前世我对母亲的态度总是费解，只是被他们逼死之后，我才接受一个事实：哪怕是自己生的，也会恨，甚至不输给仇人。很荒诞，但人性有时候就是如此突破下限。下次再说吧，娘。文启阁住得如何啊？不敢信，我最疼爱的慈荣，竟然是半分好处都没有，就从文启阁搬出来了。很舒服。文启阁位置好，阳光也好，住在那里，我才觉得自己挨了一刀，养了3年的病都有意义。你娘，阿宁是又惹你生气了？我不知该拿他如何是好。我好心教导他，免得他挟恩骄纵，自取灭亡，但是一句也不听。咱们家有运气，陛下才封爵的。多少人想为天家卖命，挨一刀又怎么了？大哥别生气，阿宁姐也是刚回来，她可能心里没底，才不停拿她的功劳说事。我相信只要慢慢来，她会戒骄戒躁的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干什么呀，慌慌张张的？卫冕少爷，宫里来的赏赐，请大小姐去领赏的。赏赐？
什么赏赐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呀？这些都是太后娘娘的赏赐，这个是你的。不行，魏公公，阿宁没有身份，只是未出阁的千金，是没有资格接赏的。洛小姐是太后娘娘的救命恩人，这也是太后娘娘的意思。你们若是有不满，可以进宫去和太后娘娘说。洛小姐，这些赏赐您看放在何处？麻烦魏公公让内侍直接将这些送到文启阁吧。秋华，带公公们去文启阁司库。告辞。公公慢走。阿宁姐姐真是好福气，太后娘娘真是时时刻刻都不忘惦记你，娘娘仁慈。我看看。浮光玉锦，浮光玉锦这好东西，我只见郑家四小姐穿过。阿宁，快让我们瞧瞧浮光玉锦呗。娘，不急，等我下回做出来就给你看吧。那，来人，把文启阁的赏赐都入库吧。慢着，娘，这是太后的赏赐，不入宫中的库，我自己收着就行。阿宁，你们文启阁是要造反吗？你们吃的用的，哪一个不是宫中出的？况且你未嫁，就连性命也是父母的，这是太后的赏赐，难道我们要贪图它吗？娘自然是不会的，只不过这是太后一纸封赏，若是入了宫中的库，只怕会陷父母于不义。太后一纸，远大过侯府家规。到时御史台要是参一本侯府贪没女儿的赏赐，这爹爹该何等苦恼啊！几个院子的仆妇都在，大家眼睁睁看着我抬手长辈的架子都被洛宁压了一头，只怕是威望有损，让大家看笑话了。我是侯府女主人，一品诰命夫人，难道还做不了女儿的主吗？你！御史台参奏还是小事，要是传到了盛京名门望族耳朵里，说咱们侯府没见过太后赏赐，最后落了个没见过世面的坏名声，对咱们所有人都不太好。我处心积虑，拼尽全力，无非就是为了能让慈荣有个好听的名声，岂能毁在一件小事上？也罢，你先回去看赏赐吧。多谢母亲。前世我悲伤、愤怒，对母亲将表妹看得比我尊贵千万倍，无法理解，恨不得撕开自己的心扉，叫母亲瞧一瞧我的委屈。可母亲总是淡然微笑，轻轻掠过。这一次是我头一次看到她也会气到面目狰狞，扭曲失态。大小姐实在不懂事，这样顶撞夫人。可不是嘛，大小姐的确有点过分，可大夫人也没有做到母亲该有的慈爱。换作是表小姐，大夫人会更体贴她。姑姑，你就别生气了。这太后娘娘赏的东西进了侯府，她又不会张腿跑了。你是当家主母，这些东西迟早都是您的。也是，还好那浮光玉锦不错，到时候做2件衣裳，正月宴会的时候穿。到那时，阿宁姐就能大出风头。不会，到时候你会大出风头。那洛宁鲜花着锦不能再张扬。姑姑，您的意思是说，您要给我？姑姑，您的意思是说，您要给我？下去吧，
那是自然，有好东西都是你的。好孩子，我恨不得把这颗心、这条命都给你。你小时候实在是太苦了，我只要能来到您身边来，阿荣再苦都值得。只是，就怕那阿宁姐不肯给我。放心，她定会乖乖拿。娘。太后的赏赐清点的怎么样了？都清点好了。小姐，太后娘娘这次的赏赐可是有3000两的现银和500两的金叶子，赶得上咱们侯府上下100人2年多的花销呢。大小姐，咱们再也不用窘迫了。大小姐，这是刚浆洗好的衣服，我呀都给您整理好了，给我吧。哎，大小姐，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说呀。大小姐，大夫人不太高兴，她是您的亲娘，自然不会害您的，你应该遵从她的意思。娘有了表妹，她偏心了。您不在的日子，大夫人时刻念叨着您，她是思女心切，才用表小姐来解相思，在她心里，还是您最重要。你这些话，是亲耳听到的，是亲眼看到的，还是听旁人说起的？我听厨房上的婆子们说的。厨房里的婆子全是我娘的亲信，他们说的话就是说给侯府里的人听的，要不然，这么一个表小姐接住，名不正言不顺的，不怕有人说闲话哎？说什么思念？既是思念，为何不去南方的庄子里看我？不去陪陪我？不陪也行，叫人给我送封信，送些礼物，这才是做娘该做的。可是都没有，说什么想念，好空的一句话。你看，我重伤养病，远在千里之外，夜不能寐，才是思乡心切。到头来，却成了表妹在侯府扎根的踏脚石。大小姐，那您得罪了大夫人，这往后的日子不必再说了，回去歇息吧。咱们有太后撑腰，还有钱，怕什么？这个侯府可是我挣回来的。是，我知道了。从前侯府都说太后不喜旁人领功，让下面的人提醒大小姐，不要总是去太后面前拿瞧，会被嫌弃。莫不也是大夫人的手笔？大小姐，吃饭了。大小姐，你看这饭菜，这呀，米饭里有贝子，菜蔬太老，这肉呢又太油腻，碗底一层汪汪的油，明面上看不出什么毛病，但一般人根本吃不了啊。这是要给我小惩大戒，太欺负人了！我去找他们去。秋华，回来。他们是想用这招对付我，我又不能告状，否则他们反给我扣一顶太挑食、矫情的帽子，我们又落了下风。把被子挑出来，鸭肉过水去油，照样吃。哎，小姐，我听说呀，今日宫里走水了，是吗？是啊，热闹着呢。我永远记得这一日，前世我回府后最糟糕的一日，差点就死在这天。秋华，
站住！瞧见了大哥大嫂，你视若不见。与前世一样，前世我哭闹着要夺回文启阁，母亲不满，对着大哥诉苦，大哥便一直对我满腹怨气。今生的怨气更大了，因为母亲败得很惨。大哥，大嫂，没规矩，非要点你才知道叫人。大哥，我才瞧见你，你这样苛责，是我有哪里做的不对吗？你问我？你连母亲都能忤逆，是觉得自己哪里做得好了？你这话我听不懂，母亲并没有说我不孝，大哥别是有什么误会吧？巧言令色，陆家怎么出了你这种东西？大哥，好好的，你寻我晦气做什么？放肆！我不过是点你几句，你竟敢诘问于我，看看你的样子，还真是把侯府当做自己的天了。你给我跪下！今日若不给你一点教训，你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迟早给家里闯祸。无缘无故，大哥就要教训我。大哥，你越俎代庖了。父母尚未发话，大哥，你眼里还有父亲吗？好，你还敢顶嘴？你给我跪下，否则别怪我无情。跪还是不跪？跪还是不跪？夫君，心魔动怒，少管闲事！今日便要替父母好好教训你这个不懂事的妹妹！哼，逆子！公爹息怒！竟敢在府内行凶，简直就是无法无天了！快来人！快来人！来人呐！没事吧？小姐，多亏了小姐料事如神，让我提前放出风声，说花园中有异象，引出老爷。否则，咱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竟刁难你妹妹，还敢动手了是吧？啊！岂有半分兄长的样子！你这个逆子，简直了，无法无天！给我跪下！侯爷，天这样冷，阿英怕是要冻伤了，不如先让她回去更衣，再罚跪吧。一大清早便为难自己的妹妹。是，铜锣两扇敲，阿英也不无辜，只是这天也太冷了。快叫她去更衣，再打再骂都不迟。侯夫人说的是什么话呀？铜锣两扇敲，阿姨也不无辜，简直就是说苍蝇不叮无缝蛋，都是大小姐的错，大少爷是被她牵连的。嘴说她不无辜，实则说她无辜，又太偏心了。这还是我认识的侯夫人吗？行了，还不快滚去更衣！大哥，你瞪我做什么？是不服爹爹的管教吗？不敢。洛宁，你也太恃宠而骄了，仗着你父亲宠你，揍得你如此。快回去吧，风太大。前世我落水后，愣是被他们留在原地半个时辰，差点发烧而亡。爹娘自是宠我的，只不过侯府规矩，大哥是一点都不放在心上。来给祖母请安，竟然随身带着开刃的佩剑。孽障，府上的规矩你全忘了！孽障，府上的规矩你全忘了！我很清楚，自私寡情的父亲有什么样的忌讳。武将进出要紧地方，第一件事是解下武器，携武器入帐是大不敬。大哥伤了我，父亲或许不会真的生气，但大哥不把他的规矩当回事，那便是挑战他的权威。给我跪下！跪下！在此处跪2个时辰，好好反省反省。侯爷，再敢求情，也陪着他一起跪！哼！洛宁，你实在是太过分了！这是你血亲的兄长，你怎能如此恶毒？母亲，你也有这般疾言厉色的时候啊！娘，你说我恶毒，原来在你心里就如此讨厌我。难道只有大哥和慈荣表妹才在娘的心里吗？你如此这般，是否只有大哥和慈荣表妹才是娘亲生的？
你胡说些什么？是吗，娘？他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姑姑，阿宁，慈柔是你表妹，她从小没娘，这么可怜，你还吃醋，还容不下她，我真是作孽。我从鬼门关走了一遭，生下你，尤其是你，娘生你的时候难产大出血，我在床上躺了半年，手脚冰凉，动弹不得，至今还留有印记啊！这副17岁的身体，竟然还是渴望母亲的爱。姐姐，刚才祖母听说您的事情，很是生气，说是要让你马上过去一趟。我早说过，你贤恩自重，早晚有一天会厌了你。如今你在你大哥面前成凶，你祖母第一个饶不了你。皇上驾到！儿臣参见母后。皇儿免礼。多谢母后，让儿臣解决了一个大麻烦。哦，此话怎讲？之前母后提醒儿臣，龙福宫即将走水。起初儿臣并未在意，只是前几日突厥使臣入朝，朕在那龙福宫中设宴，谁知那5骑之中竟然有人放火行刺，好在有提前准备，并未造成任何损失。皇儿可有受伤？儿臣无碍。这都是洛宁那个姑娘的功劳。洛宁，就是先前救过哀家一命的洛家大小姐，你还给她的父亲册封了个镇北侯。民女在南边养病之时，闲暇无聊，遇到一位道长，学到了一点占卜之术。民女有一个预言，想说与太后听。你说来听听。腊月20可能会有火灾，龙福殿要多加小心。一旦此事预测准了，还请娘娘记我一功。居然是他，他竟有如此本事。阿宁是会一些术数的。那朕把他纳入后宫，陪皇伴驾如何？万万不可。那朕便赏他。圣旨给他指一门婚姻如何？不知母后可有人选？你七弟呢？七弟雍王从小文韬武略，在一众兄弟中最出彩。朕原本也有些忌惮，以为太后会给七弟指派一个名门闺秀，没想到只是一个小小的镇北侯之女。母后，那洛小姐可否配得上七弟啊？人品样貌都是绝佳，家世稍差一点也无妨。如今也是堂堂正正的侯府千金，哪怕是根基浅了一些。雍王回京半年，形势乖张，我总忧心皇帝会手足相残，所以雍王的妻族一定要选个中等门第，洛宁便是最好的选择。那既然如此，待朕问过七弟，再圣旨赐婚。看来母后心中还是向着朕的。这般门第的女子指婚给七弟，相当于是打压的。儿臣先行告退。皇儿，一国之君，应以江山社稷为重，又岂能酒池肉林，夜夜笙歌？是谁在母后面前多嘴？兄弟之情，血溶于水。皇儿，你可莫要让哀家失望。宁儿，你不该和你大哥争执，他将来要成爵的，咱们女人没有依傍，立不起来呀。好，祖母，你说的这些呀，阿宁都知道了。只怕你是嘴上明，心中却始终怨怼，日后跪在那里的怕不是你哥，而是我了。娘，难道你也会用佩剑指着我吗？圣旨到。
骆家长女骆宁接赏。才赏过，怎么又要赏？骆宁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骆小姐专精术数，护驾有功，赏100两金叶子，钦此。谢陛下隆恩。骆小姐，这是陛下的赏赐，太后娘娘亦有亲赏，还请骆小姐进宫觐见。好。祖母，好事儿啊，阿宁，快去领旨吧。那祖母，我先去了。还请骆小姐随我进宫。姐姐什么时候学会了术数啊？阿宁，你这次预测得很准，不光是哀家，就连圣上都要赏赐于你。娘娘，民女只是学得皮毛，偷窥天机，蛰伏减寿，往后不敢轻下妄言。有了成绩，没有得意忘形，敬畏天地，真是个好孩子。哀家此次叫你来，是有件事想同你说。哀家请陛下下旨，将你指婚给雍王。太后娘娘，哎，不必行礼。你若有什么顾虑，尽管同哀家说。民女得此造化，实乃天神眷顾。太后娘娘与陛下降下隆恩，岂有顾虑？从此以后，民女可以睡个好觉了。朕被侯府轻待了你？没有，娘娘。只是民女南下养病3年，家中无人探望，回家时又遭恶奴刁难，民女心中惴惴，日夜难眠。得此良缘，便是一步登天。往后有了您的照拂，还有什么顾虑？家人3年都没曾去看望过你。只是，王爷他愿意娶我吗？他理应不敢抗旨。娘娘，能否让我见一见王爷？兴许我能说服王爷。准了。民女告退。雍王的脾气，哀家清楚。洛宁怕是说服不了他。魏公公，你跟着去。是。长英大将军莫不是疯了吧？这么亲人，上次还咬我一口。还不快把大将军给我带下去！是。你来做什么？王爷，民女有一件事，想私下回禀王爷。有什么话去跟太后说吧，本王没兴趣。民女又立功了。前日龙福殿的刺杀，民女预测到了，太后娘娘这才给了恩赏。王爷，骆小姐所说千真万确，此次前来也是经太后应允才来的。老奴这就去回太后娘娘，说骆小姐已经与王爷见了面。至于后续发展，娘娘的意思是想让王爷静下心来，听听骆小姐的见解。奴才先行告退。坐吧，奉茶。谢王爷。我本不愿与你纠缠，但事已至此，雍王殿下，这桩婚事我也只有顺势而为了。说吧，何事？殿下，民女想为您效力。在本王面前说话不要拐弯抹角。民女想做您的幕僚，民女略通占卜，也懂点术数，也许可以帮得上忙。
太后娘娘说，想请陛下赐婚，封我做雍王妃。你？民女想求殿下恩准，同意这门婚事。3年之后，民女自愿假死脱身。民女出门前算过一卦，王爷若想得偿所愿，取得良妻，至少要等3年。陛下、太后还有群臣，都在盯着王爷的婚事，每日计较，王爷难道不心烦吗？既如此，何不做权宜计？民女家世微薄，一切依仗王爷。所以，你的确想嫁给本王？明面上是王妃，实际上是幕僚。待到王爷正缘到的时候，只愿王爷恩赏，替民女改名换姓，立女户，封郡主，对外只称王妃已逝。民女处境不妙，想狐假虎威，还望王爷收留。成败都看今日。好一个立女户，封郡主，洛小姐，你这是要将本王陷于大不敬。王爷哪有资格给别人封郡主、立女户？这是皇帝干的事。民女不敢。您是陛下胞弟，又是太后幼子，军功显赫，威名震天下。只要您向陛下开口，这2件事都不是难事。他没有一口回绝，便是有回旋的余地。雍王的婚姻被皇帝、太后、御史台与盛京几大望族紧盯，而他心爱的女人，在他远离京城、镇守虎邯北疆时，嫁给了他大哥，做了皇后。于外于内，于情于理，我的提议对他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。你估算不错，本王的确可以帮你完成心愿。不过，雍王妃是要端庄聪慧的，本王可不想娶一个傻子，成日丢人现眼。民女绝不会丢王爷的脸，在太后面前也要尽孝。太后娘娘一直很赏识民女，不是民女自夸，民女与太后也是有些缘分在的。可若成亲3年后，你起了歪心思，把今日所说的言辞都忘到脑后，你肖想富贵，本王定会叫你命丧黄泉，还会铲除你娘家。丑话，本王可是先说在前头。多谢王爷。好，来人。王爷，这怎么是卖身契？本王从不缺幕僚，若你方才所言句句真心，那你便卖身与本王为奴，签了这卖身契。在本王跟前，你是低贱奴婢；在外，你是镇南侯府千金，雍王妃。只要你信守承诺，卖身契自然不会拿去官府盖印。此事你知，我知。可如果你反悔，本王必定将你卖去做最下等的娼妓。可如果你反悔，本王必定将你卖去做最下等的娼妓。与其坐以待毙，重复前世的苦难，不如以命搏命，还有一丝转机。签字画押，永不后悔。这块令牌你拿着吧，有此令牌，你可自由进出雍王府。回去吧，太后那边我自然会派人去说，你就等着圣旨赐婚吧。多谢王爷。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。大小姐回来了，太后娘娘的赏赐都已经清理好了。走，带我去看看。赏赐了不少好东西呢。你在这儿干嘛？阿宁姐，我是来给你送花的。我不喜花香，你自己留着玩吧。
姑姑，太后娘娘又赏了阿宁姐好多东西，真叫人羡慕。方才远远瞧见了，刚一，他竟然直接走了，难道我还要贪图他那点赏赐不成？太后又赏什么了？瞧着挺成熟的，要是银子，得好几百两呢。他又去找太后讨赏，他总这样，会遭到太后的厌弃，甚至憎恶的。咱们好不容易得了个爵位，早晚得在他手里。洛宁行事太过乖张，总叫人觉得危险。应当再次把他送回南边庄子里。要是没有他，该多好！侯爷，阿宁最近瞧着很奇怪。我也感觉到了，他每次看着我笑，总叫我浑身不舒服，好像自己这个做父亲的很无能，全靠女儿才有了爵位。侯爷，这阿宁瞧着消瘦单薄，不如送他回南边庄子，好生养着。不妥呀，太后已经知道阿宁回京了，这无缘无故的再送他回去，太后那边该如何交代啊？太后喂一两次，慢慢也就淡了，哪会真记得他？您想想，若是有人救了您的性命，3番5次的跟您要赏赐，您烦不烦？烦，当然烦。谁愿意要个恩人1次2次就算给体面了，没完没了的，真把自己当救世之神了。太后也会烦的，若真是被洛宁搞烦了，怎么整个侯府还有刚得的这个爵位？不，绝对不行。那就送走洛宁。洛宁是京城贵女，嫁到千里之外的邵阳，婆家没见过此等尊贵的儿媳，不得拼命捧她。她的日子会好过的。我想想，我今晚去惠娘那里。没有他，慈荣也不会再受委屈了。既照顾了洛宁，也对得起慈荣，两头兼顾。你为何要哭？不是你亲手送我去死的吗？那一滴泪困住了我的上半辈子。重生后我释然了，那一滴泪毫无意义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秋华，后日是小年吗？是。前世就是小年这一日，我的母亲亲手将我送上了死。秋华，后日是小年吗？是。前世就是小年这一日，我的母亲亲手将我送上了死路。你去把孔妈妈叫过来。前世这一日发生了一件让侯府上下都说我不吉利、带灾的事，父母与祖母都委婉提出将我送回南边庄子上，我自然不同意，再次大哭大闹，他们便说我性情暴躁，可能是生病，逼我进错。真是没想到，把洛宁送回庄子里待了3年，竟然勾搭上了嘉红大长公主的独子裴映。姑姑，再也没有这更好的姻缘了。阿宁姐可真是好运呢。阿柔，你放心，这般好的姻缘，必然是你的。啊！只因嘉红长公主属于我做她的儿媳，裴映公子也与我谈得来，他们便对我起了杀心，
一同取而代之。小姐，您有何吩咐？祖母佛堂里的观音像你见过吗？见过。明天天一亮，你就买一尊一模一样的。对了，你先与祖母院子里的丫鬟婆子都打好关系，把买来的观音像放到祖母的小厨房里。哎，好的。见过母亲、姨娘们、大嫂。祖母，见过母亲。母亲，您这个发簪真好看。去年寿辰慈容送的。这种宝石绿啊，只有老夫人您才能戴得出。老夫人。哎呀，那是什么东西碎了呀？哎呀，那是什么东西碎了呀？怎么回事？这不是白玉碎片吗？白玉碎片，莫不是那白玉观音上面的？哎呀，这可是慈容父亲3年前为了恭贺妹婿得了爵位，特意送给老夫人的重礼，是贵人供奉在南海观音寺20年的法宝，而后才流落海外的。定是观音像碎了，这可是吉凶之兆，难不成家中有灾星入门？不会的，这小祠堂日日都有人看守，白玉观音怎么会有事呢？对，阿荣说的对，咱们家最近没有什么变数，这白玉观音肯定不会有事的。怎么不会？这不就是观音像上的碎片吗？不过也无妨，阿荣是福星，定能镇得住。哎呀，我们还是赶紧去看看那白玉观音到底有没有事儿吧。这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明明这点事你都做不清楚吗？娘，您怎么吓成这样？原来是虚惊一场啊！是啊，这白玉观音没有事是最好的。这佛像极其贵重，又是法宝，娘实在是担心。这白玉观音稳稳坐佛堂，风吹是不会倒的。要不是有人故意推它，怎么会碎呢？娘，您到底在担心什么？刚才那一出做的也太明显了，即便是想捧白小姐踩阿宁，这也太过了。成何体统？真是稀奇，怎么放着自己的亲生女儿不去保，专捧她侄女？不就是在说阿宁？你们一个个的都不经事。早起时，宁儿想在佛前供一只玉如意，哪晓得他那个丫鬟笨手笨脚的，玉如意打了，叫他收拾，又没扫干净。我方才就想说，你们一个个就先担心起来了，尤其是你，没有的事，说的人心惶惶的。哪有一个当家主母的样子？罚你抄经文100遍，以儆效尤。被他侥幸化解不说，还差点引火烧身。洛宁，你可真是娘的好女儿。前世他们将观音像碎掉的事情都归咎到我身上，说我是个灾星。老夫人大受刺激病倒，无法为我做主。
只有我被送走，侯府的好婚事才能轮到白慈荣身上。奴妾，你为了他，真是殚精竭虑啊！不管如何，也是阿宁孙雷之语如一，我误解了也情有可原。刚刚那个语气，好像我陷害了他不成？娘，别生气了。你又干什么？本来就是一件小事，非得大惊小怪的。说不定他就是一个灾星。不得胡说！阿宁可是连太后都赏赐浮光玉锦的人。侯爷，这阿荣的父亲最近又送来了不少银两，不如我们将浮光玉锦给阿荣做一件衣裳。这不妥吧？浮光玉锦毕竟是太后赏赐给阿宁的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对了，听闻宋姨娘怀孕了，父亲应该很开心吧？那还用说？娘，要不这样，阿荣父亲送来的银两，我们不如给宋姨娘也添置点家当。是啊，是啊。阿荣父亲送来的银子，刚好填补了侯府账上的短缺。要我说，不如作为回礼，就用浮光玉锦给阿荣做件衣裳。怎么绕来绕去又绕到阿荣身上？我跟你说，惠娘肚子里的孩子那可是重中之重，你身为当家主母，近来要多多照顾她，不可怠慢，明白吗？侯爷，出了事！姨娘路过大小姐的院子，门口不知倒了水，没注意滑了一跤。什么？什么？她这刚怀上，胎都没坐稳，哎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这家里是不是有什么脏东西啊？灾星！要是惠娘跟孩子出了什么事情，我饶不了她。哎呀，伤这么重啊！还是骨头都折断了，这孩子胖不是人。惠娘，惠娘，你起开！惠娘，怎么是你？惠娘，什么事这么着急啊？你是要把我们的孩子给推没吗？你没事儿？我好得很，要不是你推我，我更好。来人，快来人帮忙啊！宋姨娘早产了！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宋姨娘在文启阁摔倒了，想产了，快来人帮忙呀！宋姨娘想产了！闭嘴！胡喊什么呢？你不是摔了一跤吗？你才摔了呢！你是不是盼着我摔呢？侯爷怎么会知道的？这不是故意在咒我吗？我……哎，别生气了。是啊，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先是玉观音，又是宋姨娘。要不是清楚您的为人，还以为你是唯恐家里不乱呢。侯爷，我并不是……娘，是女儿的错，女儿不该这般妄言。哼，内宅交给你打理，整得鸡犬不宁。若是日后再这般，执掌钟馗的权力便交给更有能力的人吧。我们走。哎，慢点啊！侯爷，滚开！可是，姑姑，阿宁，方才你爹显然是受了宋姨娘的蛊惑，你为何不出声帮一帮娘？难道宋姨娘才是你亲娘？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刚才只是吓坏了，要是娘实在生气，我把浮光玉锦赔给你。你若有如此诚心，那便送到我房间来吧。是。闹得这么一遭，他竟然愿意将浮光玉锦给你，也不枉我们筹谋一场。是啊，太后娘娘不日设宴，若我能身着华服，定然能成为众人的焦点。听说嘉红长公主的独子裴印也在，若是能入得了她的眼。可我听说长公主似乎主意阿宁姐。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那日
我定叫他入不了宫。阿荣，你只等这浮光玉锦做成华服，惊艳四座，觅得如意郎君吧。我想见一下总管事。王妃，你里面请。赐婚圣旨还没下，只是拿了个令牌，准妃都不叫，直接叫我王妃了。这令牌不一般。王爷，你穿成这样，是准备去皇宫讨饭吗？王爷。周副将，你去库房里拿件斗篷给准王妃。是。你穿得如此寒酸，只叫那些外命妇人们觉得是母后苛待了。多谢王爷美意。路上太拥堵，怕是赶不及见太后娘娘。我本想找王府管事带我从西北门进去。那本王就随你一起入宫。母亲定会跟白慈荣在路上做手脚，我不能落入陷阱。怎么回事？找死吗？大人，您这是？郑嘉儿，郑皇后的亲妹，凭借雍王前世对郑皇后的一往情深，只怕是会爱屋及乌，袒护到底了。别废话，把车给我砸！我早就算好，只要洛宁经过这里，我们稍加阻拦，必然会挡住郑嘉儿的教育。郑嘉儿，她不是郑皇后的亲妹妹吗？正是。郑嘉儿刁蛮任性惯了，等着瞧吧。洛宁今日怕是去不了春宴。今日春宴的荣光，只能是你的。你去看看是什么人胆大包天，敢拦我的车！我的手臂！放肆！此乃皇城脚下，你可有王法？滚出来！殿下，这路本就不宽敞，又拥堵，下次出来别驾这么大的马车。看来雍王不是爱屋及乌之人，即便深爱郑皇后，对她的胞妹却没有多少照顾。姐，我的胳膊。你去看病，我自己去皇宫。下来吧，没几步路，我们走过去。能走吗？还是我将你拎进去？我自己走，自己走。阿荣，这位就是嘉红长公主的独子裴义。你若是能被他敲杀，姑姑，我今日这身衣服，能否入得了他的眼？你如此美貌，
被浮光玉锦衬托得越发出众。你瞧，大家都在看你。太后娘娘到！拜见太后娘娘。都起来吧。儿臣拜见母后。皇儿免礼。谢母后。皇帝见过皇景。坐吧。怎么没见阿宁呢？这便是洛宁，当初若不是他替哀家挡了一刀，哀家现在也不能坐在这儿。阿宁姑娘，快坐吧。洛夫人，您真是把女儿教养得极好，果敢聪慧，乃女子表率，哀家很是欣慰。太后娘娘，您谬赞了，都是阿宁她自己的造化，得太后娘娘与诸位夫人青睐。只是你别太管束孩子，年轻姑娘正是爱美虚荣的年纪，低调自然是好事，也别太苛责她了。哀家赐给洛宁的2匹浮光玉锦，怎还如此肃静？是侯府最近太忙，没来得及做衣裳吗？怎么没时间穿在这位表小姐身上呢？娘娘，这都是误会。回太后娘娘的话，这浮光玉锦是因为民女做错了事，给母亲和表妹赔罪的。民女私自将赏赐之物送人，实在不该，还请娘娘责罚。阿宁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孝子当先，岂是你能左右的？快起来入座吧。娘娘息怒，都是民女的错。哀家不是责备谁，只是随口说说。都起来吧。谢娘娘。还不准？姑姑，怎么办啊？没事儿，太后娘娘并没有怪罪我们。况且我们这次的目的是裴义。方才我看他一直在看你，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若你能入了他的眼，那便是成功。好了，不过是个小插曲。今日春宴，我特意请了有名的艺妓，给太后娘娘献礼。等柳娘子出场，洛宁，你还能笑得这般开心吗？这样的计策，对阿宁来说，是否过于恶毒？春日宴上，嘉红长公主会让艺妓柳娘子献一曲。我只是让阿宁表姐跟她穿上一样的衣服而已，被众人笑话，不会有人深究。若是我能有阿宁表姐这样的气运，我也不至于用这样的手段。阿荣，你放心，你没有的，阿宁也不会有。裴公子那般好的婚事，只能是你的。谢姑姑。启禀太后娘娘，长公主依依姑娘到了，让她进来吧。参见太后，公主。柳娘子今日身子不适，便找了依依姑娘来给大家献舞。这位白小姐怎么跟依依姑娘穿的一模一样啊？
以牙还牙的滋味好受吗？怎会如此？明明进来的人应该是柳娘子。明镜饶是天下闻名，毕竟是贱籍。这白姑娘身份来历暂时不提，毕竟是良家女，她这是发疯啊！占了太后娘娘赏赐的这么好的料子，竟然做了一身风尘的衣裳，真是上不得台面。不是这样的，胡说！我怎么可能会学妓人穿着？这一定是有人陷害。公主，你要替贱奴做主啊！贱奴献舞，是敬仰公主与太后，受不得如此羞辱。我怎么会羞辱你？你莫要信口雌黄，定是有人指使你，让你这般羞辱我。胡搅蛮缠，倒打一耙。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容得了你在这儿撒野？太后息怒，姑娘家小不懂事，爱慕虚荣，放在失态了，冲撞了太后和公主。她是你什么人？回太后，是我娘家侄女儿。怪不得，镇北侯府的姑娘果敢聪慧，怎会如此无知？下去吧，别扫了兴。哀家看在镇北侯的份上，不与你计较。娘娘，我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下去！是。真是扰了兴致，这舞不跳也罢。依依姑娘，你也下去吧。是。母后，时辰不早了，魏公公，把准备好的花篮拿过来。这是近几年时兴的新玩法。未婚女子手持花篮，若被某位公子相中，便把鲜花放于花篮之中。所以谁得到的花多，自然无比光彩。时辰不早了，你们都去园子里玩吧。儿臣告退。阿宁，虽然赐婚圣旨还未到，但你可以与雍王多相处相处。去吧。是。这位小姐，是否要花？不用了。哎，别害羞嘛，我们之前见过。在城门口的时候，我们之间有些误会。你跟雍王同城，是哪家的小姐？这花给你，不过你得回礼，送我一只你的耳坠如何？才被雍王打了一顿，胳膊还没好，又开始不安分。几大门阀之中，郑家势力当属顶端，更是出了个郑皇后。对郑家三少搭讪一句话，对于我们闺秀而言都是机遇。他这直接送花，莫不是想直接求娶吧？啊！哎，姑娘，刚才是我不对，但这花你一定要收下啊！那可是郑家三少，他怎么下跪啊？那女郎是谁？公主吗？宫里未嫁的公主只有3位，平时都不怎么出门。况且这3位公主都不是太后所生。应该也没有权利叫郑三公子跪吧？这到底是哪家闺秀啊？郑三少都看不上，难道还要嫁王爷？姑娘，你就收下吧，姑娘。来人啊，给我把他拿下！我看谁敢！王爷，遇到何事？王爷，是他先踢我的，我不这位公子曾冒犯他。想取我的耳坠子，这是私物，贸然被他抢去，落个私相授受，我解释不清。情急之下，这才踢了他。什么脏东西都踢，当心乱讲。王爷，你听我说，我只是送了个花，王爷，我真没别的意思啊！
王爷，还不走？这个洛宁到底什么来头？王爷为何这般护着他？裴公子，你先去歇着吧。不知什么样的女郎能得王爷青睐？裴公子，怎么不见你手里有花啊？心有所属，不便送花。只以这笛声赠有心人。我犹记得嘉红长公主独子裴映吹得一手好笛子，上一世长公主本属意我当她的儿媳，只是被白慈荣他们惦记上这门婚事，便成了我的死路。我死后，灵魂在世间游荡，裴映竟再为一起。旁人都说她是因我终身未娶，可我前世跟她似乎没有多少交集。想什么呢？王爷，笛声都能引你入神，心智不坚，还需多加磨练。本王可不需要个傻子枉费。民女劳气。献丑了。民女不通音律，只觉笛声入耳，甚是好听。吹的什么曲子？改着玩的，难登大雅之堂。的确，曲调全然不对，任谁听着都格外别扭。没有这个能力，还是不要改。他小时候也这样在读吗？雍王向来不爱搭理人，每个人见到他都毕恭毕敬，但他也鲜少主动挑事，凭什么针对我？曲调尚可，勉强能入耳，只是这阳春白雪，王爷许是听不惯。青楼楚馆的笛声，王爷应当是喜欢的。既知阳春白雪，也知青楼楚馆，你会的还挺多呀。下次请母后劝劝长景，还是多多敦促你上进。好好的一个人，长得也人模人样，可不要落入风流啊。裴公子，您的花是已经送给哪位女子了吗？前世裴映非我不娶，应当是替谁搭幌子。这一世我竟然被赐婚雍王，这些麻烦还是弄清楚好。裴公子早有心上人，不送花，你就别打主意了。不知王爷这芍药打算送谁呢？你的心上人又是何方神圣？这么多女郎，竟无一人能配你一枝花。王爷说笑了，哪有什么心上人？只是送了花就代表心里有他，便是承诺求娶，我并无娶妻的心思。若是送了花，岂不是叫人空期待一场？送花就是求娶啊？3媒6聘不用给，这不是偷奸耍滑吗？送花便是喜欢他，便是心上有了他，且不会辜负会同他结良缘。当然了，也有些登徒子拿着花卉做风流趣事。王爷这支芍药甚是好看，不知王爷是打算送谁？王爷，郑嘉儿是郑皇后的胞妹，萧怀风与郑皇后那般间谍情深，竟然一点面子都不给。你笑什么笑？起码我手中花篮满满一篮子的花，被拒绝一次也无妨，不像某人
篮子里空空如也。吃饱撑的，一朵花搞这些名堂，何人能入本王的心？谁有资格能入本王的心？那你丢了洛姑娘的花篮做甚？洛姑娘，她自己懂。篮子慎重，扔了也好。她不需要任何人帮她解围，更不需要这个花篮。走吧，本王与你同乘一辆马车来，本王送你回府。哦，快走！以后这样的宴席就不要来参加了。还有，赐婚会提前，你做好准备。民女知道了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大夫人气急了，在你那院子里大吵大闹的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在寿成宫，跟嘉红长公主和太后都说了什么？你故意穿得如此寒酸朴素，是不是就是为了给我下绊子？娘，若是你早上出门时对我多看一眼，你就能知道我穿了什么。现在也没有必要来质问我是不是故意这么穿的。你这是怪起我来，没有关心你了。女儿不敢，只是女儿坦坦荡荡，从未想过要遮掩什么。若是母亲觉得女儿穿的不妥，早上为何不让女儿换个衣裳？还是阿荣表妹的浮光玉锦太过抢眼，母亲竟忘了看我一眼。你还敢提那件浮光玉锦？若不是跟那个什么依依姑娘穿的一样，阿荣又怎会如此丢脸？我怎知她穿的是什么？就连母亲穿的这身衣裳，我都不知道。放肆！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？夫人要打大小姐，您快救救她吧！大胆，你要做什么？姑姑一向宽和，怎会动手打人呢？阿宁表姐，如果有什么冒犯的地方，还请您多多包涵。只是千万不要顶撞姑姑，这是我们家事。白小姐逾矩了。说，这怎么回事？侯爷，实在是洛宁太过分了。你看看他故意穿得如此寒酸，去寿成宫告状。太后娘娘当着几位命妇问我，侯府是否虐待了洛宁。侯爷，这不仅关乎侯府的声誉，也关乎您的名望。若是御史台怪罪下来，您官声受损。洛宁，你说是怎么回事？父亲，他就是故意的。他一回来就争风吃醋，还怪我们疼爱表妹多过于他，才做出这等损人不利己的事情。他到底有没有好衣裳穿？翻一翻他的柜子，一看便知。看来今天只有让母亲翻个明白，才能证明我的清白。侯爷，您瞧瞧这一柜子的好衣裳，这克丝这么贵重，他都不穿。祖母，爹，娘，女儿真的要穿这件去见太后吗？穿这种明显小了的衣裳进宫，还不如穿朴素些的合身衣裳。我们家小姐何至于故意穿的寒酸，让洛家出丑啊？我这次回京，无人问我是否要衣裳，我到底是女儿家，总不能自己去乞讨吧？这些看似实心的款式，都已经是多年前的了。祖母，爹，娘，女儿长大了，也长高了，
家中无人在有，我还是回芍阳。忙这样忙那样，亲女儿回来连身衣服都没顾上给孩子做，你忙什么？你想把侯府变成白府才甘心吗？娘，祖母您息怒啊！她一个借住客居的表小姐，衣裳比我亲孙女还好，你将侯府置于何地？娘刚才是不该乱罚你的箱子，但是你骤然回京，家里难免有照顾不周的地方，你就不能先提醒娘吗？况且表妹座衣上的浮光玉锦，还是你赔罪送给娘的。大哥或许还不知道，娘为什么急冲冲的来翻我箱子，正是因为这浮光玉锦，我拿它给娘赔罪，娘便给阿荣表妹做了一身实心的衣裳，没想到宫宴之中，竟与前来献艺的依依姑娘款式一样。阿荣表妹出言不逊，惹怒了太后与长公主殿下，娘这才怪罪于我。你个放肆的东西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没事吧？身为兄长，成日只会刁难你妹妹，你还会干什么？记住，你是姓骆，不姓白。侯爷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这个当娘的错，你别为难孩子。你儿子是孩子，你侄女是孩子，那阿宁就不是你的孩子了啊！也但凡有一份心在他身上，何至于丢我侯府这么大的脸面？不能是这样，白氏何至于有这么大的胆子？可这白慈荣跟白氏这般相似，拿家法来！侯爷，父亲息怒啊，饶了母亲吧。侯爷，够了，家里家外都是笑话，满京城都要看咱们的热闹了。赶紧的，给阿宁做几身衣裳，才是当务之急。娘，3日内给阿宁多做几件体面的衣裳。至于你，给我进族。侯爷，姑姑，姑姑。阿柔，今天是你进族的最后一天，我给你带了些点心，过来看看你。好孩子，难为你来看我，也只有你了。坐。其实大哥也想来看你，只是大哥近来惹了姑爷不快，实在是分身乏术。都是路，难道我对他还不够好吗？非要如此恶毒，要看着我们跌入谷底才肯罢休吗？只怕再这般下去，府中就再也不会有我的容身之处了。我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阿柔，你还记得那个于卓吗？于卓，于小将军，他不是阿宁表姐的青梅竹马吗？从小有婚约的那个。此前春宴，你在嘉红长公主和裴公子面前丢尽脸面，那条路怕是行不通了。可眼下还有另一条路。难道要我眼睁睁看着阿荣的好婚事毫无着落，阿宁却能交给那个意气风发的于小将军？不，我做不到。秋华，你看这身衣服合身吗？小姐，你穿上新衣服也太好看了。小姐，你怎么不开心啊？说是给大夫人禁足，可风头一过去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凭什么别人欺负大小姐都没有什么惩罚呢？因为刀没砍在自己身上，所以就不知道痛。受伤的是我，他们自然能轻易的替我原谅。大小姐来客了，夫人请您前去见客。
谁啊？是于太太，于将军的母亲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吧。于将军跟您是青梅竹马，说不定就是来求娶来了。先去看一眼吧。朝中无人不夸阿卓英勇。听阿卓说啊，崔将军乃雍王母舅，愿意引荐他到雍王麾下。如今啊，雍王手持20万军马，天下的武将皆由他来调度，能得他青睐，阿卓那才算是出头啦。阿卓他年纪轻轻便封了从三品的骁骑将军，这说不定啊，雍王还真能接纳了他。那真是菩萨保佑，祖宗显灵啊！爹娘，于伯母，这是阿宁啊，越发漂亮。方才在垂花门的走廊上遇到了白小姐，那才是天仙下凡，跟神仙一般的人物。我便说，谁要是得到了她，好造化呀！瞧您这话说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跟阿荣结亲呢。阿宁，你在邵阳3年，怎么突然回京了？你们都是这般想的吧？好像我就该永远留在邵阳。那山水是真好，你怎么不在那边寻一门亲事？自己找婚姻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要不于伯母您教教我，让我学学你们于家的家风。你这话何意？你家阿宁在骂我？不是于伯母您先开头的吗？阿宁，你成何体统？你在家顶撞父母也就罢了，现在还冲撞了客人。娘，客人到我们家说些冒犯我的话，您是觉得客人是看不起我，还是看不起您和爹爹？你要有什么话就直接说，别拐弯抹角的。难不成之前2家口头允诺的婚事，你打算反悔了？不，侯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我家那个傻儿子啊，他没管住自己的心，把阿宁当妹妹，却与白姑娘互生情愫。我若不答应，那岂不是棒打鸳鸯，叫2个孩子错过，硬是撮合他与阿宁不得幸福。那侯爷也怪我今日隐瞒，我宁愿得罪人，我也要把话说清楚。于伯母，真是好巧一张嘴，颠倒黑白，搅浑是非，既不想履当年之约，又不肯认错，还口口声声为了我。怎么，我爹娘吃了亏，还得感谢你不成？阿宁，长辈在这里说话，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娘，您是没把我当女儿，人家想要换婚，把我一个前途远大的未婚夫换给您侄女，这您都不在乎，人家要以为表妹才是您亲生的。伯母，您瞧瞧，我与白姑娘，谁更像我娘？放肆！你说的是什么话？你真该天打雷劈了！娘，您别生气，要是于伯母当年心虚，把这话传了出去，可怎么办呢？于姐姐，哎呀，行了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什么你说话的份儿？你瞧瞧你这牙尖嘴利的，半点委屈都受不了，难怪于家要换亲，哪个大户人家能看得上你？竟然真有这事，他们真是这么说的。千真万确，起初老爷还愤慨不已，后来不知怎么的，也同意了于家跟白小姐的婚事。小姐都忍不住说，是不是表小姐才是大夫人的亲生女儿？如果真是这样，白氏是要反了天了。老夫人，大少爷叫大小姐过去一趟，说是于家小将军来了。宁儿，这么好的姻缘，你自己要守住。于小将军跟你青梅竹马，断然不会那么无情的。祖母，孙女尽力，孙女先去了。
前世我还真将他当成救命稻草过，只是没想到花言巧语是他，落井下石也是他。卓哥哥，请喝茶。你从邵阳回来了，身体都好了吗？已经好很多了。听闻你现在已是将军，恭喜你了。九死一生换回来的。你才回来就惹出了不少事。阿宁，你最近反省了吗？这质问甚至比前世来的更直接，想必是无比心疼白慈荣，才用了这般口。你是何人？我说你是何人，轮得到你来叫我反省？传言果然不错，阿宁，我还当旁人污蔑你。我一回来就听说你容不下表妹，各种争风吃醋，当众忤逆母亲，叫你母亲下不来台，违背兄长，还抹黑白姑娘，让她被人误解嘲笑。你从来只知道给我扣帽子，却不问这些事的缘由。阿宁，不要再说，我不想听这些，你解释再多也无济于事。不，我不是说给你听，我是说给狗听。刚才有只狗乱吠了半日，我总要回应几句。住口！洛宁，你毫无教养，当着骁骑将军的面还敢口不择言。刚才骁骑将军口不择言的时候，大哥你为什么不站出来？他说的句句属实。听信谗言，连分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。要是我去太后跟前告他一状，这个骁骑将军不知明日还保不保得住。阿宁姐，别生气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素带了些私心的话，你要怪就怪我吧，千万不要怪大将军。你不用站出来，我知道是你在挑拨是非。好的，你这个孽畜，你搅得家宅不宁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要打死谁？苏母，你要打你妹妹？好啊，你竟敢用私刑去请侯爷！苏母，我不曾打阿宁。苏母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让洛宁姐姐高兴，你要怪就怪我吧，千万不要怪哥哥。为何他们二人跟白氏如此之像，甚至连阿宁都没这么像了？老夫人，今儿看我面子，能否饶了他们兄妹俩？阿银并没有打人，我们只是在屋子里说话。还轮不到你求情。既如此蛮不讲理，那我可要请天家做主。老夫人，我不是要逃在雍王麾下，阿银是我挚友，他自有前途，您又何必如此刁难长孙？好啊，搬出雍王来压我。来人，请骁骑将军出去，这是家务事。你们吵架，怎么惊动了祖母啊？洛宁，看来我今日不教训你，你是无法无天了。谁准你去请祖母来掺和这些琐事？你祖母都一把年纪了，你懂不懂事？你不准怪阿宁，你要讲道理。洛银作为兄长，当着客人的面，居然要打妹妹。娘，你就别替阿宁开头了，他实在太野蛮。他连自己的娘亲都不放在眼里，何况是兄长？是啊，大小姐若实在乖巧听话，谁会为难她呢？老夫人，您就让侯爷管管孩子。她一个姑娘家，理不饶人，将来嫁出去之后，旁人指着洛家的脊梁骨骂。娘，你就饶过阿银吧。阿宁，你救过太后，劳苦公告，我们说不过你。我们母子若有做的不好的地方，您多担待。今日之事，让我彻底看清了洛宁的真面目。
我只想求娶白姑娘这般温婉善良的人。错娘，我徐某无福消受。娘，这个家里留不得阿宁了，送回邵阳去。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圣旨到了。圣旨？什么圣旨？什么圣旨？难不成是给阿卓的？目前除了他，也没人有资格接圣旨了。怎么找到了侯府兰？我这就去接旨。哎，是给大小姐的。哎，侯爷，快接圣旨吧！不仅有礼部尚书雍王殿下也来了。啊，雍王，这快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北侯长女骆氏，名门之后，柔家成姓，家传一方，预留邦国，以册宝丽儿为雍王妃。一切礼仪交由礼部与青天监监正共同操办，则良辰完婚，布告天下，贤士闻之，钦此。谢陛下隆恩。恭喜王妃，微臣要回去复命，便先行告退了。大人慢走。朝廷指婚是你应得的，本王今日前来，是来送聘礼的。这些聘礼都是私人定制，不由内务府出，你也不必作为陪嫁带回，全部都算作你的私房钱。派人领路吧，把这些聘礼全都送进你的院子。各位，请随我来吧。王爷，小臣不知该如何。爹爹，女儿怕是不能回邵阳了，让您失望了。邵阳？为何要回邵阳？为何要回邵阳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与兄长拌了几句嘴，他们泼我脏水，我反驳，兄长便要打我，爹爹来却说是我的错，还要送我回邵阳。谁是他兄长？雍王殿下。阿姨，还有谁？雍王的暗器出神入化。今日指婚是大喜的日子，不宜见血。王妃可还满意？如若你不满意的话，满意了。多谢王爷出手相助。那就好，母后还等本王回去复命。你收好亲王妃册宝，如果再有人找你的麻烦，你就派人来找本王。王爷慢走。阿宁，受苦了。快扶祖母回去休息。阿娘，一定要跟着我帮我求求，方才的事都是误会，我不日就要投到雍王麾下。于将军，还是那句话，你是何人？阿娘，方才是我们僭越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能不能看在你和阿卓青梅竹马的份上？慎言！如今我是陛下赐婚的雍王妃，哪来的什么青梅竹马？于夫人方才振振有词，她与白慈荣两情相悦，不忍拆散，与我毫无关系。希望你不要祸从口出。阿娘，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，
我当时并非对你无情，我只是想让你服软。白氏女是富商出身，若不是为了她外祖家的财力，我怎么会辜负我们之间的情谊呀，阿娘？阿卓并非想与你离心，他只是想换个方式，让你妥帖于他。妥帖于他，是与他做妾吗？你找我何事啊？阿卓，我在洛府待不下去了，他们都诬陷排挤我，就连爹娘，他们也只对白思荣好。白小姐善良纯真，慧质兰心，你的确比不上她。我们的婚约就此作废。阿宁，如果你还有一丝良知，余生便去寺庙出家，青灯古佛，消减下心中的戾气。你说什么？若你出家之后能锤炼心性，兴许我还能接你回来，让你留在我身边。即便作为妾室，我始终无法对你彻底狠心。于将军，若你不懂，便让你母亲教教你。如今我是准妃，你刚才这番话，是否会掉脑袋？阿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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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什么时候跟雍王？不必拐弯抹角。爹是替你高兴，你真是兴门望族之女啊！自然，要不是我，咱们这个三品将军府何时才能分身？是，你说的对，连爹的爵位都是因你才得来的。当然是因为我，要不是我被一刀捅穿救了太后一命，哪来的这个爵位？爹爹说这话的时候，为何犹犹豫豫？难道这爵位除了我挨刀，还有别的原因得来的？爹爹是觉得女儿定会死在芍药，往后没了我这个人，所有功劳都归了您。日子久了，您心里也认可了此事。等到女儿真的回来的时候，您又不肯相信真相，是吗？哎，阿娘，爹现在就派人赶走白慈荣，可使得？娘肯？不可！阿荣陪伴我多年，是洛府的恩人，你怎可将他送走？藤蔓一旦缠上了，不伤筋动骨，怎么摘得掉？你们还是商议好了再来跟我说吧。阿宁，即便是圣旨指婚，雍王又不能随手伤人，他不问青红皂白就动手，我要告到天下！你懂个屁！门阀望族的少爷，雍王说打就打，哪个御史台，哪个管得了他？都怪这个洛宁，要不是他，我们家也不会变成这般模样。你侯爷，青龙，一群不争气的东西！姑姑，阿姨，你没事吧？明日请崔将军带着你去王府磕头认错。谁知道洛宁能这样翻身啊？住口！若不是你说娶了白慈荣，比娶阿宁更加大有裨益，我岂会忘恩负义？你这个逆子！祖母，赐婚的事，因这当时没有定数，所以才没着急跟您讲。孙女给您赔罪了。宁儿得了好造化，祖母替你开心，怎么会怪你呀？祖母慢点。大小姐，王府又给你送东西来了。
聘礼不是已经送过来了吗？排场那么大的，怎么还有啊？小姐，你看，多漂亮的芍药花！我们大小姐苦了这么久，终于是苦尽甘来了。啊，现在王府都在传，大夫人又被禁足了。白姑娘这一次啊，是走定。没那么容易，娘不会舍得的。前世白慈荣直到耍心机，被嘉红长公主直接打死之前，都住在洛府。只是后来被长公主烂席子一裹，扔到了乱葬岗。白氏心术不正，总有一天会自我反噬。阿宁，你走好你的前程，侯府由我来管。多谢祖母。给祖母请安。阿宁，往日是我有眼无珠，你能不能看在洛言是你大哥的份上，别让公爹再罚他了。够了，他那么大一个人，犯了错本该受罚，你父亲难道还会害死他不成？这么多事，走了。祖母慢走。秋华，送送。阿宁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糊涂，我不该纵着白慈荣对你横眉竖眼的。你马上就要成为王妃了，能否高抬贵手，放你大哥一马？前世就是这个档口，我被他们活活烧死。平日大嫂对我阴阳怪气，但那时竟然只有她拼命喊人救火，因此还被连累致死。大嫂，1个时辰之后，你到偏房来找我。我找他去！姑姑，你还在禁足期间，不能去。他们当真要赶你走？姑姑，我没有办法再陪伴您了。现在阿宁姐已经是王爷准妃了，姑父为了她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这个没用的男人，我当初就不应该嫁给他。你那个贱人，为何什么好事都被他摊上了？说是他没回来，这门婚事说不定就是阿荣的。事到如今，也没有别的法子了。你切记，万不可在明面上跟他对着干。你看看，你父亲这几日责罚你，你都受了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妹妹走的。这侯府，终究是我们说了算。我已经派人去盯着洛宁了，一旦找到机会，我定将他置于死地。少爷，大小姐方才往偏院去了，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人过去。我知道了。是。娘，这可是个好机会，咱们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，今晚就送洛宁去见阎王。既然洛宁不识时务，就休怪咱们无情。说是真的让她成了王妃，这侯府岂有咱们的立足之地？你们等我的好消息。这里是侯府偏院，鲜少有人过来。阿宁，你为何叫我来此？大嫂，阿宁今天想让你看清楚你枕边人的真面目。枕边人？你说的是我的夫君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
这门怎么锁上了？走水了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没用的，不会有人来的。这里虽然是偏远，但若是走了水，总会有人发现的，怎么会没有用啊？洛宁，你可吃醋！大哥还真是胆大，竟然敢对准王妃下手。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狐媚手段迷惑了雍王殿下，但今天这场大火事发意外，你死了之后，雍王殿下最多不过悲痛1、2日罢了，说不定这桩婚事还能落在阿荣头上。阿爷，是我在里面，你别发糊涂啊！你怎会在此？我来求阿宁放过你，所以才来偏院说话的。哎呀，你别一错再错，阿宁会原谅你的。你放我们出去！真是天助我也！你什么意思？今日你与洛宁双双葬身火海，于我而言真是一举两得。南希早已有身孕，若不是你百般阻拦，我早已把她接入府中。我肚子里怀着你的孩子，你竟然认为了外面的女人，置我们母子于死地吗？怪只怪你运气不好，谁让你擅作主张替我求情的？这种自以为是的好意，我不需要。大嫂，看到了吧？这就是洛言的真面目。姑姑，阿宁姐针对的是我，我不愿意让您和大哥为难，我还是走吧。蓉儿，你大哥已经去办事了，事成之后，这洛府就不会再有洛宁。你还是我的亲侄女儿啊！大哥要干什么？若是太后娘娘真知道了，她怪罪下来怎么办呢？怪罪？太后知道，顶多会缅怀几日，过几日就会觉得自己少了个麻烦。你看看洛宁，他这几日挟恩图报的样子，哪一个人不是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的？可是我不愿意让你和大哥为难。你是娘的亲生女儿，娘与你爹情投意合，因着父母，惦记着侯府的权势，我们只能无奈分开。娘只有回娘家的时候，能与你生父见面。那年叛军入城，我怀着你，困在娘家，无法回侯府，不得已只能将你记在兄长名下。都是女儿，凭什么她落你在侯府享尽荣华富贵，你却只能每天提心吊胆，担心继母的迫害？好孩子，我要你待在我的身边，我要为你寻找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切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贱人，竟然干出这般大逆不道之事！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但是侯府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你为何要做出这般丑事？老夫人，你醒醒啊！快去请郎中！贱人，孽种，都给我滚出来！滚！走，滚出来！滚！洛宁，别怪我太狠心。若不是你咄咄逼人，我也不至于想出这么恶毒的办法。先放心去吧，黄泉路上有我的妻儿给你作伴，你也不会孤单。这以后还多的是呢。大火一熄灭，什么都没了。洛宁，你等着，再给你加把火。这就给你拿瓶新的来。大嫂，我嫁过来这么多年，从未曾忤逆于他，孝顺公婆，勤俭恭顺，没想到竟然落入如此境地。大嫂，现在回头还不算晚。阿宁答应你，阿宁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，只希望你答应我，
然后照顾好宗母。太晚了，太晚了！就算你万念俱灰，难道你要孩子跟你一起葬身火海吗？所有门窗都被锁死了，你又能如何？王爷，雍王妃，真是好胆识。王爷，您亲自来了。你现在如何？我没事，我知道洛言的急，就请来周福江帮我，不曾想竟扰到了王爷。你就不知道直接来找本王吗？王爷，你既已卖身成我的侍从，你就该好好珍惜你这条命。是，还请王爷帮我演完这场戏。出门时记得把门关上。是。逆子！帮着你母亲犯下滔天大罪，你可知错？父亲，我也只是一时糊涂。父亲，我只是想用这火势吓唬阿宁。父亲，赶紧救火！阿宁想必已经得到教训了。父亲，不可能啊，赤手进去，顶多只能找到尸体。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，都是你教坏了他！我杀了你！王爷，我求你，你敢在我为你舍下一子的份上，给我个改过的机会吗？王爷，难道你父亲已经知道阿柔的身份了？王爷，你知道我一向恭敬，我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，我是被逼迫的。满嘴谎言，你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再信。王爷，阿英的确是你亲生，是洛家的独子。你虽然不喜欢白子柔这个身份，但你看看，她实在是貌美。有朝一日，我把她送进宫里，若能被皇上看上，必定会像亲生女儿一般为你所用啊！王爷，她一定会像亲生女儿一般为你所用啊！是啊，王爷，只要你放过我们，我日后一定为你所用。王爷，娘，我还没死呢。你们，王爷，您怎么会在此？本王碰巧路过，看见侯府上空浓烟滚滚。洛氏阿宁是我的准妃，也是既定的雍王妃，本王自然要进来一探究竟。公爹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陆野，我没想到你如此决绝。我知你并非公爹的亲生儿子，所以想要除掉阿宁，三番四次的帮着白思荣他们作恶，但我没想到，你竟然连自己的发妻和亲生孩子都不放过！你闭嘴！先让我杀了你！阿爷，父亲，父亲，你不要听那些人胡说！你滚开！若不是方才亲耳听到你娘和白慈荣的对话，打死我都不敢信。她回娘家的时候，与那奸夫生下白慈荣，怎么就生不下你？侯爷，要不是她怀阿宁之前从未离开过洛府，我洛某岂不是膝下无一人是亲生？一个孽畜，一个野种！我养一个不够，竟然还要请回另一个！
为了2个杂种，还去苛待我唯一的亲生女儿，你们罪该万死！还有你，夫人，你这个贱人！我平日待你不薄啊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啊！你待我不薄，这些年来从未瞧得起我是个上古之女。我跟你生下洛宁，让你有了爵位，已经让我无比恶心。难怪你每次大赌、通房小妾都硬是往我房里塞。有本事，你今天就杀了我，我倒要看看官府会不会要你的狗命。我。娘，您莫不是疯了？前世，您也是这般看着我，说我疯了，将我像犯人一样关了起来。对，疯子，他是疯子！我作为家主，管教家里的疯子，官府是不会管的。我杀了你！我跟你拼了！你滚开！我杀了你！站住！杀了你！你的愿望，本王都替你实现了。那一夜我们走了之后，你父亲狂病大发，将你母亲白慈荣、洛银3人都烧死在大火之中。于卓在一次笑练中伤了根本，形同废人。你父亲因为纵火一案，被判秋后问斩。你大嫂如今执掌钟馗，帮你祖母撑起了整个侯府，也算是了却了你心中的恩怨。多谢王爷相助。也到了我报答王爷的时候。这3年，我会做好我的雍王妃，还望3年后，到了假死脱身之时，王爷能再助我一次。本王最厌恶蠢人，你不蠢吧？多谢王爷夸奖。你还要我说明白吗？只要你愿意，你可以一直做这个王妃的。王爷，内宅争斗我实在是厌倦了。我只想要自由，况且3年之后，王爷会觅得良妻，我的存在只会挡了王爷的路。只要你一日还是雍王妃，你就要履行王妃的职责，明白？明白。王妃，不好了！
是不是王爷出什么事情了？王爷进宫多日，忽然传来消息，起兵造反。现如今王府被包围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早猜到有这一日。王爷有一处密室，我们先进去躲一躲吧。啊！这间屋子，王爷先前从不叫我们靠近，王妃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平日也不曾来过，王爷只说逃命的时候可以进来，平时3令5申不准我靠近。快进来！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王爷，还是来晚了一步，被你发现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秋华，你先出去。是。洛氏阿宁，我知道你的前世。所以这是在做法。我能回来是因为你。是，你能重活一世，皆因我的执念。我想让你再活一次，我想让你弥补遗憾，我想让你当我的妻子。可是你前世不是和郑皇后？权宜之计，他与裴英才是青梅竹马，感情深厚。所以上一世一定要娶我的人不是裴英，而是不是他，是我。
秋华，收拾的怎么样了？都收拾的差不多了。你说咱们这个医馆越来越出名了，连方圆100里的人都来咱们这里瞧病。对了，王妃，那个知县的儿子天天来这儿没病找病看，他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？哎，打住！不要叫我王妃，叫我郡主，或者老板娘。您瞧瞧我这张嘴，我又给说错了。郡主，给小郡主请安。调皮，我是管不了你了，以后我得给你找个好人家，让你的婆家来管你。郡主这么快就嫌我烦了，我才不走，我还要照顾您一辈子呢。小芝麻，快快长大，以后啊，你也是个大将军，你一定要把家给我看住了，知道吗？行了，调皮，赶快开门迎客吧。怎么了，郡主？虽说咱们这医馆是有点累，但是我瞧着您比以前开心了不少呢。你去瞧瞧，若还是知县儿子，把他打发走了吧。我不管你爹是谁，我家娘子不享一亲，不要再来骚扰他了。